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SND 新出的这一套擎天柱啊，这个东西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嘛，盒子也不大，这个地方直接是一个人形的实物照片。制品方面，一份全彩印刷的说明书，很厚啊，这个东西变形还是非常复杂的。配件的内容在塑料袋里边分开包装，替换的手型和武器。车型状态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整体来说啊，这个如果变形到位的话，密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因为身上的零件数比较多，所以最后在密合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卡扣需要你去扣合。这一次的用料来说啊，它会特别的薄的板件。这个车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经典 V 级别擎天柱的那个感觉吧。基本上就那么大，甚至比那个还稍微的窄一点点。身上的用料大部分是这样，而且还有合金件的融入，比如说倒车镜，还有腿上面支撑的这两个合金的棍子啊。轮胎是橡胶材质的，不过这个轮毂的造型刻画并不是很好，再加上暴露着6个螺丝作为轮毂的轴，有点难看。但是车头从正面来看的话，这一块处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后边这里两条腿嘛，也算是比较平整，但是多多少少能看到零件的一些分布，本身腿部的变形装甲也在这里了。我很喜欢后边这一块的镀孔，把这一块的烟囱和后背的盖子完全遮住了以后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推车的话也是比较滑溜的，轮子其实还不错啊，抓地力、摩擦的这个滚动效果都很好。底盘来看算是干干净净的两条腿，腹部的腰甲在这个地方。那直接开始变形吧，毕竟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可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别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那我们变形的第一步，首先把这一块的卡扣拆开，折上来，这里连接的地方再往前折，腾开空间。其实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它这个板件都不厚，非常薄的壁，但是呢，这种料子的韧性还不错，竟然扣开，折上去。然后这个地方拆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维度的咬合。我们先拆开一边吧，拆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在这里有一个扣子，是连接在手臂后方的。烟囱下方这里呢，又有一个导口，所以等于你要先推上去，再往里压，进行一个维度的锁定。所以这一块卡起来也是相当坚固的。拆的时候也是拆开卡扣，接着往下拨一点点，卸开。哇，腰部这一块我们顺势已经捅开了，其实腰部这里也有个锁扣的，先定上吧，我们先不需要。接着下方这里注意，拖挂的这个地方，这里是个倒钩，把它拨开，先卸松到一点点，中间的腿部卡扣卸开，然后把这两个小楼梯状的装甲片立起来，拆开。胯部中间和大腿位置这里有一个锁扣，都是在暗处啊。你在逆变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个地方锁紧了，腿才能掰直。我们一条腿一条腿的先来变，反正挺绕的啊。首先打开这一块的卡扣，翻出脚尖立起来这块的装甲，跟着我的造型一步一步的来变吧。脚后跟的滑道记得推到底，咯哒一下锁定。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拉松掉。然后上边的这块盖子，记得翻折这里的时候，先把这儿的卡扣打开。这个卡扣原先是锁在这个轴的下方的，把这里打开，然后往起翘这个边的时候啊，抠一下这个地方，里边有一个挡的边缘卡扣，往出拉一下它的滑道，哎，拖出来了一个卡扣。接着这就好翻得多了，翻折的同时也能把它旋转开了。这个卡扣边就在这里啊，卡在这个边缘上。接着打开里边的腿甲，旋转180度，让过来，翻到另一侧。这块先耷拉在这里，不用管啊，难度在这里。双关节先把白色的零件搓动开，这块扔出去，不要。下边的双关节带合金感的这一块立起来，然后这一块先包过来。脚后跟插入到这个缝隙里去，把它夹住，框起来。这一片
再打开一个挡肉的零件，先把脚做出来，扔到一边，不要管它。腿部这里翻起来白色的零件，然后抠着这儿，双关节搓动，把它拉出来，拉到最大的边缘的时候好操作一点点。把这个外边的挡肉的白色零件再翻出来，然后再往外挪一挪，膝盖这个地方翻出蓝色的零件，卡轮子的边缘我们让一下，让成这个样子。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折动，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这里有一个暗扣啊，插得很紧，打开它，然后把这个膝盖夹从里边抠出来，连接着合金关节，这块大腿可以扣住了。好，现在腿部已经炸松掉了，我们现在再继续往这合并。合并的时候有几个滑道一定要注意，首先脚踝的滑道往下滑动，这里滑到底拉下来，滑到底以后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槽，这是比较关键的点。Z 字折叠往起提白色的零件，让这个卡槽和刚才滑动下来的这个轴结合。其实结合完了以后，它不是一个垂直下来的，还是稍微带着一点点倾斜的角度的。但是只要你这里卡到位了就可以了，不用管它。另外的另一侧这个白色的板件啊，我们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定位点，我们就先把它摆成横平的这个状态，膝盖夹撸起来，然后这一块拉上来的同时，注意这个转轴下方有滑道，把这个滑道推下去，推下去还要把这个卡扣的边锁一下，这里就是锁住的状态，滑道已经到位了，往里折叠。为什么要先往里卡呢？因为你当转动过来的时候，再往里卡这个卡扣，滑这个滑道就不好操作了。好，捏下来，捏好，整个的放正。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白色的这片零件，这个梯形的缺口要和蓝色的这里进行一个契合，所以我们要上下调整这两个轮子的 Z 字折叠的关节啊，稍微的挪一挪，调一调，中间有1、2、3、4处的拼合卡缝，把这里对齐了，对齐了，压压。你看这就差了一点点，稍微的错位一下。好，这是拼对了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白色和蓝色已经完美契合了，这就不用管它了。后边这里双折叠拉下来以后，注意这个滑道的位置，卡扣扣上，然后白色的油箱和后边这个轮子上边带出来的这个卡扣进行再一次的结合，锁定，最后再把这个膝盖夹插入到前方的这个凹槽里去，结合住它。来回检查一下，主要看这里的缝隙对齐了没有，后边这几处的卡扣结合到位了没有，以及这一块的根插住了没有。好，那变形到位以后就是现在的样子了。这条腿啊，可以说也就是这个材质比较好吧，来回的折腾了半天啊，能撑得住这么去折腾。变形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环环相扣的卡扣，一环包一环，你只有把所有的卡扣都扣到位以后，这条腿的一体性才会很好，你捏也不会爆开。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卡到位的话，这里一捏会爆掉的。裙甲这里往下翻折，这里要注意啊，它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道的，在车型状态下是推满的。我们先把它拉成这个样子，然后打开里边的红色的半片裙甲。好，把这左右的两片打开以后，滑道往下压，压到底，这个
裙甲放好，然后这2片裙甲红色的零件中间有个卡扣插合在一起，这里变成了侧裙甲，放下来。腿部折叠好位置。好，下半盘光这个变形就已经非常的复杂了，2条腿终于完成。上半身其实也不简单，我们现在已经展开成了这个样子，抠中间的卡槽，这个缝隙对的特别的齐，但是呢板件太过薄弱了，其实从这个细小的缝隙里边插合过来看，边缘已经有了一点点白痕了。顶盖接着往开抠，这中间也有插合的卡扣点，把它都卸松掉。顶盖里边连着个脑袋啊，抽出的时候要小心它的天线位置。把这里先卸开，然后刚才我们抽出来的这一块继续往出拉，现在相当于3层的零件，变成这个角度就不要管它了。接着我们往开拆胳膊，胳膊注意下方这里的2个卡槽位置，轮子和腰甲的部位和胳膊这里都有连接锁着的地方，先把这里卸松，然后拆开中间的卡扣，在深灰色零件中间这里连接也有一个暗槽。整个的肩膀往后拉，这里会出现一个 Z 字，旋转过来，整个把手臂拉出来，打开盖子，手抠出来，板件翻起来旋转，旋转的时候看这个地方其实是错位的，往里推一下，把这里的卡扣插上，然后烟囱双关节搓下来，这一摞板子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了。这里还有一个手肘的小细节，有一个假轮子，我们往里折一折这个关节就可以带出来这个边缘，双关节把它提起来，再扣到外侧来，呈现出这么一个炸开的效果。然后这一块往后折，脑袋旋转180度放到前方，这个板子立起来，背后的这个地方有滑道，稍微的撇成这个中间带缝隙的形状备用。前方的前脸整个的拉起来，保险杠从中间夹合，然后往里卷一下，这里 V 字折叠，继续往里挤，肩膀这里就可以腾开了。腾开，注意这2个挡肉的小板子啊，我们还要把它推进去的。保险杠等于整个和车前脸藏到了胸口里边的这个地方，处理的零件隐藏度还是挺可爱的。然后这里边又出现了很多的连杆，把它折叠起来。下方这里呢，拉出一个胸甲中间的装饰零件。继续贴合，背包扣到位。这个时候的胸甲我们先打开它，里边有能源宝的刻画，是个合金零件。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一条拉下来，锁住这个卡扣，然后根据根部的这个双关节往里滑动，滑进去。注意红色的根部这里的转动，往这里贴。好，全部把卡扣插合到位，这块胸部算是拼完了。然后再往里转动的时候，注意这个地方的滑道啊，掰开轮子下方往下滑一点点，轮子90度折进去。这块的变形其实和 MP44是有一点像的，腰部这里根部这儿也有合金的连杆，可以拉出来一截，在人形可动的时候增加腰部的一个活动范围。再左右往上夹它，
夹上来注意啊，这个地方的2个卡扣跟里边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前方这里进气格栅2个卡扣拼合，注意卡槽的位置，前方的2个钩子挂上，后方的卡扣插上，完全的锁定。好，最后一步就是腰身的部分，双关节 Z 字折叠，下方这里有2个左右夹合的挂钩，挂在这2侧的凹洞里，同时也是把腰部再次进行一个锁定，勾住摇起来，最后肩膀归位，卡进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锁定，咯哒一下。武器拿在手上后，这款擎天柱终于变完了。哇，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可以说这一款的变形难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什么级别呢？基本上仅次于绝创当时的那个漫画擎天柱了。但整体处理完的效果，人形的身材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身上的一些元素以及装甲的这些层次堆叠效果都非常的漂亮。背包很干净，这个小小的背包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身上也有不少的合金连杆来增加它的强度。料子吧，其实摸起来看似薄，挺有韧性的，但毕竟它太薄了，还是有一些撕裂的白痕伤，有一些齿轮关节，膝盖这个地方做了双关节处理，脚踝左右旋转的幅度也很大，胳膊平举360度旋转，2头肌，而且胳膊这里也是双关节的曲臂，手腕可以旋转，4指打开，大拇指单独运作，头部点头抬头左右旋转是独立的轴。但美型方面啊，这款柱子我在做美洲砍的时候就说这个头雕做的不是太好看啊，但是好像现在拿到的这个版本跟它官图里边放出来的那个眼睛有了一点点区别，光学镜的这个倾斜角度啊，还有这个眼睛好像做的削细了一点点，比官图的那个好看了一些，但仅仅只是一些啊。不过总体来说的话，这个擎天柱的脸做的还是一般般。腰部这里专门设计了弯腰的独立运作关节，它在这个位置啊，拉开这个中间的合金杆，其实还能看到里边这种机械联动的弯腰拉零件的感觉，这点其实还是挺帅的，但是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再有就是身上其实质感有一些合金的零件，但涂装的部分显得有一些素。而且刚才我们在变形的时候也看了，如果说你不想让这个胯部活动的话，它从这里也是可以前踢的，然后这里还有一段关节，所以说加上这段关节的话，腿部还是可以踢到很高的，而且这里边有做挡肉的零件，不会出现脱肉的情况。后踢的话幅度也很大，45度都有了。侧踢倒是没有齿轮关节，大腿根部可以旋转。可动性方面来说还是很好的，就是变形很难，可以说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把玩实力的一款作品了。它的变形逻辑啊，其实也挺好理解的，只是在操作的过程中，一些环环相扣的锁扣你必须得锁到位。如果你在第一次变形对它不熟悉的情况下，还是看说明书会有点绕懵的，因为说明书上面有简化下来很多的步骤。翻开手臂的装甲，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槽，双刀也是可以卡在这里的，有点像电影擎天柱，不过这个刃的造型看起来有一点呆萌的，圆圆乎乎。身高方面，正好拿出魔方的大小柱子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可以见得它基本就是一个 V 级别的大小。那这么小的一个玩具，用了这么多的零件来实现它的变形，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再加上环环相扣的这么多的锁定，如果不注意的话，它还真的会爆掉。倒是只要把卡扣卡到位了以后，锁起来还是比较坚固的。人形的造型方面，如果说不看这颗头雕的话，其实真的还不错，都还可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有这个能把头雕改善一下的情况的话，也不错。甚至你们仔细看这个擎天柱的造型，是不是很眼熟？有没有想起来现在新电影变期预告片里边的那个柱子的样式？就这种的复杂程度以及零件在完全变形状态下的这种感觉啊，很像电影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趁着变期明年上映的这股热潮，这款产品反而会大卖。现在的情况就是卡在了半原创以及漫画造型受众群体上，其实这个群体的受众人群并不大，再加上这款的变形感觉是很电影的那种味道，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稍微改一改造型，换一个好看的头雕，做成变期造型的柱子，真的不失为一个新的产品的走向。所以我觉得 SND 起码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态度还是有的，在合金零件以及韧性材料的使用上边也是做到位了，它这个做工还行，不然的话也构建不了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下变形这么恐怖的零件数上边，而且每个卡扣必须要求你精准卡到位。做工可以，但根源还是这个东西的设计过于复杂，导致了最后零件数多，板件的壁过于的薄，用再好的零件也会出现一些白痕的撕裂伤。说真的，尤其卡在了 V 级别的这个身高，挺难受的。所以我最后出的馊主意，这个设计的底子其实挺有感觉，就是电影的感觉。你把它放大，放成 MPM 身高，然后改成变期造型的柱子，看这两个大白窗户没多像，是不是？厂家看你们的自行选择了。但玩家如果把玩它的话，上手难度这一款如果10分的话，这款基本上可以达到9分左右了。所以想尝试一下的玩家们不失为一种挑战，但是喜欢流畅变形、简单享受的这些玩家们就不推荐购入了。那么这款 SND 的擎天柱大概就是这样了。